未婚夫战死后，继母想把我嫁给他娘家的痴傻侄儿，又怕他人说他苛待妓女，便想出了抛绣球招亲的法子。前世未婚夫的好友荣昭替我解围，接下了绣球。他娶了我，却又待我极为冷漠。他恨我拖累了他的清誉，让他一辈子愧对好友，我郁郁而终。我竟然重生到了抛绣球招亲那天。母亲，不用抛绣球了，我愿意嫁给裴家二郎。你真的愿意嫁给裴之远？女儿愿意嫁给裴之远。母亲操持婚事辛苦，女儿不愿让母亲为难。裴家表哥待女儿一向和善，女儿愿意嫁他。你之前不是不愿吗？上回平安郡主跟你提，你都躲在房里不肯出来，我当你嫌弃之远。那时是女儿不懂事，想差了。母亲若不信，女儿可以对天发誓。你这孩子说的什么混话？你能想通，母亲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知远那孩子虽有些痴傻，但心性纯善，品行端正。荣阳侯府更是门第高贵，家世显赫，你嫁过去定不会受半点委屈的。那绣楼，既然婚事已定，绣楼留着也是无用，拆了便是。我这派人去裴家递话，择一个良辰吉日，把你与知远的亲事正式定下。传我吩咐，即刻让人拆了院中绣楼，不必再留。另外，让刘妈妈即刻前往荣阳侯府递话，敲定明珠与裴二公子的亲事。奴才遵命。姑娘，国公府的荣世子来了，此刻正在前厅候着。他来做什么？这个小的就不知了，世子只说是登门拜访。明珠妹妹，绣球招亲的事为何取消了？父亲听闻此事，觉得女子当众抛球择亲太过张扬，不合世家规矩，故而命家中取消了。令尊何时有了这般想法？父亲的心思，女儿哪里能猜得透？世子若有疑虑，不妨亲自去问父亲。明珠妹妹，你若遇到什么难处，尽可以来找我。平春出征前，曾将你托付给我照看，如今他不在了，照看你便是我的责任。多谢荣世子好意，明珠一切安好，并无难处，无需世子费心。是吗？那你为何不唤我荣昭哥哥了？明珠也大了，能自己担事了，咱们带着百哥哥先走，让他慢慢收拾，自行回京便是。姑娘，回吧。什么叫让他自己回？他才14岁，小小姑娘家千里迢迢，路上出了事怎么办？荣昭，你同我一起去趟荆州，把明珠接回来。明珠妹妹，平川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你当真要一个人回京啊？你那个继母，真是蛇蝎心肠。路上给你买的，先吃着，回去路上再给你买。好妹妹，不过是包松子糖而已，哪值让你掉泪？让我母亲知道我把你弄哭了，非要扒了我的皮不可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在信中与你提到过的永昌国公府的世子荣昭，我与他交情深厚，比亲兄弟还亲。谢姑娘。叫什么谢姑娘，这么生分？我妹妹不就是你妹妹，叫明珠妹妹就行。明珠妹妹，你叫她荣昭哥哥就好。他是永昌国公府的世子，身份尊贵着呢。你若与他交好，你继母再想欺负你，也会掂量掂量的。明珠妹妹，初次见面，这是见面礼。谢谢荣昭哥哥，世子说笑了，许是近来事多，一时得误罢了。姑娘，你真的要嫁给裴二郎吗？夫人真是的，他要讨好娘家人，就拿姑娘的婚事做人情，明知裴二郎是个傻子，还把姑娘往火坑里推。好了，我的好翠萍，莫要生气了，裴家未必就是火坑。姑娘，那裴二郎是个傻子，这满京城谁不知道？你想啊，裴二郎其实挺好的，生得好看，又对我言听计从，这么好的夫婿上哪儿找？姑娘当真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裴之远爱憎分明，谁对他好他记得清楚，他待我从来都是真心的。可他毕竟荣阳侯夫妇爱子如命，儿子喜欢的，他们便也喜欢。嫁过去，裴家上下都会另眼相待。翠萍，这门亲事是我目前最好的选择。瘦了些，可是这些日子没好好吃饭。去把我带来的百年老参拿上来，给明珠好好补补。明珠，你母亲说你愿意嫁给知远，你可是真心的，还是被你母亲所逼？
好孩子，你只管大胆的跟舅母说，若是你母亲逼你嫁给知远，舅母去宫中求陛下，让陛下给你赐婚，任谁都拿捏不了你的亲事。郡主娘娘，母亲没有逼我，是我自己愿意的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你放心，我定把你当亲女儿待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侯爷也高兴得很，还说要给你们在城南置一处新宅子，离侯很近，又不用和长辈住在一处，你们小两口清清静静的过日子，也不必担心知远那孩子出不了事，没了前程。我们侯府旁的没有，给知远的家底还是早早就攒下了的。这单子上的东西你且看看，旁的我不敢夸口，够孩子们几辈子吃穿不愁，绰绰有余了。姑娘，裴家做事真是利落妥当，亲事才刚定下，婚嫁的料子、首饰便尽数送来了，看得出来是真心看重您，半点不敷衍。你这屋里太过肃静冷清，看着未免单薄。这对青花瓷瓶你留着，平日里插些鲜花点缀景致。还有这盏琉璃座灯，光线温润柔和，不刺眼不伤眼眸，最适合你夜里读书练字用。郡主百般体恤关怀，明珠实在受宠若惊，多谢郡主厚爱。都是自家人，不必这般见外。你安心休养，静待婚嫁便可。万事由我们裴家。多谢郡主疼惜，明珠记下了。明珠，如今你算是稳稳攀上高枝了，但你要时刻记清本分，往后嫁入侯府，凡事多为谢家考量，切莫仗着裴家人待你宽厚，就失了分寸，恃宠而骄。母亲教诲字字真切，女儿谨记在心，往后必定恪守本分，谨言慎行，绝不敢有半分逾矩。姑娘，外头那些人说话实在太过难听，竟造谣说您是无人可嫁，才勉强委屈嫁入裴家，还胡乱诋毁您容貌，说些奇丑无比的混账话。这群人简直脏心烂肺，睁眼乱说。些许闲言碎语，不必在意。姑娘就不生气？不气，比这难听10倍的话我也听过，不差这几句。世子吩咐，府中3姑娘生辰，特来请谢姑娘过府一叙。有劳大管巧这一趟，只是明珠如今是待嫁之身，不好轻易出门，还请世子见谅。姑娘，荣世子前几日送了节礼，今儿又亲自下帖子，不必多想，与我无关。知远这孩子非要跟来，我说了成亲前不能见面，他倒好，找了块面具将脸蒙上了，说这样就不算见面了。让孩子们说说悄悄话，知远盼了许久了。把面具取下来。不成，成亲前不能见面，不吉利。你戴着面具就不算见面了吗？算半个见面，半个见面不碍事的。取下来吧。如今你都不听我的话了，是吗？谁打的？姑娘，二公子是跟人打架了。前几日有人在茶楼说姑娘的闲话，说姑娘长得丑，嫁不出去。二公子正好听见，就冲出去跟人打起来了。他们说的不对，珠珠最好看了。以后不许打架了，听见没有？明珠妹妹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裴二公子放心，我与明珠妹妹说几话而已。光天化日，佛门清净之地，荣某不会做什么。你要嫁给裴知远？这是我的私事，不劳荣世子过问。平川将你托付给了我，他要是九泉之下得知你嫁给一个傻子，他会如何想？明珠，平川若是见你在床前这般举止失仪，心中又会作何感想？平川知道你总在暗地里刻意亲近我吗？你喊我荣昭哥哥，是不是早就存了别的心思？好，明珠，就让平川看看你的模样。真是可笑。前世我恨遍了所有人，我恨你虚伪假意，恨自己愚钝不堪，甚至一度怨恨平川。我曾怨他
为何出征之前偏偏要将我托付于你照看？可细细想来，平川何其无辜。他这一生所求不多，从头到尾不过是想我平安无恙，过得安稳安好，他会为我高兴。若是平川哥哥泉下有知，这世上有人如他那般爱我如命，他会为我高兴。爱你如命，那我娶你，我也可以爱你如命。你嫁给我，总比嫁给这个傻子好。可在我心里，荣世子不及裴之源万分之一。怎么了？猪猪，不要嫁给我。我是个傻子，猪猪嫁给我会被人笑话的。我不想猪猪被人笑话。好，那我们再也不要相见了。猪猪，二公子别哭了，谢姑娘逗你玩呢。别哭了，我没有不要你。你不许骗我。不骗。裴之远，你不是傻子，你知道谁对你好，谁对你不好，你还知道保护想保护的人。这世上多少聪明人，连你半分都比不上。你10岁那年烧坏了脑子，那是意外，不是你的错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不是已经在读书了吗？我听郡主说，先生夸你进步很快。先生是夸我了，可我还是比别人慢。先生讲一遍，别人懂了，我要想很久很久才会懂。那又怎样？慢一些怕什么？你又不赶时间。他会为我高兴。平川哥哥若是泉下有知，这世上有人如他那般爱我如命，他会为我高兴。听说你是荣家那个书呆子，听说你很会读书。太子殿下说你写的文章好，我看了，也不过如此嘛。哎，你倒是说话呀，跟块木头似的。什么破书，爷不读了。这一段的意思是，君子应约束言行，不可放纵。我知道什么意思，我就是记不住，那就一句一句记。这句先背：吾日三省吾身。下一句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然后呢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最后一句：传不息乎？再背一遍：荣昭，你行，比先生教的好多了。你不是不会，你只是坐不住。平川这字铁画银钩，极有气势，难得。夫子过誉了，我不过是下了苦功夫练的。字如其人，张扬。那是，我要给明珠妹妹写信，字肯定不能太难看了。她那么好看的人，若收到一封难看的字，多丢人。明珠妹妹是何人？我从小就认识的妹妹，如今在靖州。她从小就长白白嫩嫩的，像颗珍珠。她娘给她取这个名字，就是把她当掌上明珠的意思。明珠妹妹来信了，她说荆州好热，夏天像是蒸笼。明珠妹妹寄了一幅荷花给我，你看，她画的荷花比真荷花还好看。荣昭，你说姑娘家都喜欢什么？我想给明珠妹妹买件生辰礼，红宝石发簪如何？她可漂亮了，戴着肯定好看。不知道，你总得有个看法吧？买你自己喜欢的。那不行，得买她喜欢的才行。可惜你没见过明珠妹妹小时候，白白嫩嫩的，胆子小又容易心软，连一只瘸了腿的小猫都能让她难过半天。若没有我护着，定会让人欺负了去。
你别哭啊，我下次再给你买更多，你别哭好不好？这便是我常说的荣昭，永昌国公府的世子，我俩可是好兄弟，比亲兄弟还亲。这便是我常和你说的明珠妹妹，我的未婚妻。明珠妹妹，你喊她荣昭哥哥就行。荣昭哥哥，荣昭哥哥，明明是我亏欠万千，为何偏偏是我接住了你的圆满？愧疚难平，执念难消，这片刻如愿，竟让我贪得发疯。你是我的了，你终于是我的了。明珠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。昭儿，你总算醒了，你都昏迷1个月了，娘都要被你吓死了。荣阳侯府那个傻子成婚了吗？禀世子，荣阳侯府的二公子明日成亲。前尘过往，尽数随风，余生只求安稳无恙。姑娘，您今日真好看。前头怎么回事？谁拦了路？明珠，你也想起前世了是不是？前世你是我的妻，死在我怀里，以为重来一次就能逃开我。荣世子，为何拦我家姑娘花轿？放开我，姑娘！此生绝不重蹈覆辙，尽数斩断前世尘缘。你想做什么？你何该是我的妻？前世是，这辈子也是。谁准你嫁别人？离他远一些！你走开，不许碰珠珠。当我者必死，他本就属于我，他只能归我。借弓一用。想与我动手，你不敢。小姐万万不可！明珠，你不敢，是你逼我的。你真的出手？为何如此待我？皆是你咎由自取。珠珠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终究是输了。谢明珠，你居然为了嫁裴之远真敢射我！我已是裴家明媒正娶的心腹，你当街抢亲，置国公府颜面于何地？荣昭，光天化日强抢心腹，真当我裴家没人吗？你这手怎么抖成这样？又没有老虎扑过来，怕什么？我没抖。搭箭、拉弦，眼睛盯住靶心，别想别的，就这一件事。松。我就说嘛，明珠妹妹不是学不会，是没人好好教你。姑娘，二公子又往庄园里塞花了，又是野花。这满院子的名贵花卉不摘，偏要去墙根底下薅野花，也不怕折了身份。他还挺会挑，这花开得正好。好什么呀？昨儿个往您袖子里塞蝈蝈，前儿个在您枕头上放莲蓬，今儿又来一束野花。姑娘，您说二公子脑袋里整天装的什么呀？放着吧。二公子，草丛里蚊虫多，您这般折腾，当心被咬一身包。无妨，我要抓些萤火虫，给珠珠做盏不用点灯的灯，夜里看书就不费眼了。您倒是事事都想着姑娘，时辰不早了，姑娘也该回寝歇息了。珠珠，好不好看？好看。你什么时候抓的？就刚才，我蹲在草丛里抓了好久。这是给珠珠的星星灯。星星灯？对，珠珠晚上看书就不用点蜡烛了，这个光不刺眼睛。我试过了，把蜡烛吹了看这个，眼睛不疼。你上次不是说眼睛酸吗？珠珠，你喜欢吗？
喜欢。那我明天还去抓。夜里草丛湿气重，往后别再为了我熬夜奔波了。只要猪猪喜欢，累一点也没关系。屋里有星星灯陪着你，我在院子里守着也安心。院子里风凉，早些回房歇息吧。我一点都不困，坐在院子里吹吹风，反倒舒坦。你怎么出来了？在屋里闷，出来透透气。你写的什么？没什么，就随便写写。给我看看。不行，还没写好。裴之源，那你不许笑。我写了这么多遍，我想把猪猪2个字写好吗？可是一直写不好，手不听使唤。写这个做什么？就是想写你的名字，猪猪。猪猪，我心跳好快，是不是要死了？你摸摸，我也很快。心口一直跳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书房有医书，我得好好查一查。二公子，陈茶准备好了，您今日怎么起得这般早？过来看看书。二公子，您这是……别打扰我，我在查病。查病？您哪儿不舒服？心口不舒服。啊？那您等着，我去请大夫。不用，我自己查。二公子，您看得懂吗？我没有病，是太喜欢猪猪了。是，二公子英明。猪猪，那个最大的，我去给你摘。不用，让底下的人去就行。不行，我亲自摘的才好吃。二公子这身手，姑娘，要不要让人在底下铺张毯子？猪猪，这个最大，我给你摘。啊！来人，快来人！找大夫！裴志远，你看着我。裴志远，裴志远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看我呀，裴志远。二少夫人，我们已经派人快马去请大夫了，片刻就到。再去催，务必让大夫快些赶来。是，小人这就再去催促。此处露天风大，不利于问诊，必须立刻将人移至卧房。你们几个动作轻柔些，万万不可磕痛着他。谨遵二少夫人吩咐。二少夫人，人已经安顿好了。大夫，劳烦您快些诊治，他一直毫无声息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夫人莫要太过忧急，老夫这就问诊施药。他人暂且先退到门外等候，保持屋内安静。是。头部撞伤，伤口不浅，近日切忌劳神，不可见风，饮食清淡，好生静养。若有头晕目眩，立刻再请我来。二公子，没事的吧？大夫说静养，静养就好了吧？裴志远，你看着我。姑娘。翠萍，出去守着。裴志远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你要是敢不醒过来。志远。猪猪，我全都想起来了，前世的事，所有的事。总算平安了。志远，你当真把前世所有事都记起来了？一字一句，一幕一幕，全都清清楚楚。季雅两世的心事，我想好好跟你说一说。好，我听着。前世我恢复神智时，已经晚了。你已经嫁给了荣昭，在荣府受了许多苦。7年苦心全都成空了，我连你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我考状元，入朝堂，和荣昭斗了7年，就是想把你从他手里救出来。可我没有等到那一天。你死的那天晚上，我闯进了荣府。灵堂上只有你一个人，连个守灵的都没有。翠萍被你嫁出去了，荣昭不知道去了哪里，你就那么孤零零地躺在棺材里。我杀了荣昭，
然后我把你从荣府带走了，送回靖州，埋在你小时候住过的院子里。那里有一棵桂花树，你说过你喜欢那棵树。从前没能护好你，往后余生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然后我就来找你了。裴之远，你疯了是不是？疯了。你是不是傻？不傻，就是想来找你。猪猪，这一次我赶上了。都过去了，不必再揪着过往不放。起这么早？今日是5月初7，我陪你去。马车已备好，我们走吧，小心脚下。我前世一直没敢去看他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没脸见他。他要是活着，不会怪你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要是会怪你，就不是赵平川了。他只会希望你过得好。当心吹风，小心。我们过去吧，别让逝者久等。好。平川兄，我带猪猪来看你了。平川哥哥，我终于有勇气来看你了。你不会怪我吧？我嫁人了，嫁给了支援表哥，他待我很好。平川哥哥，你会为我高兴吗？平川哥哥，你听到了是不是？姑娘，方才府外下人传来一则消息，您听了怕是会意外。怎么了？姑娘，荣世子死了。听说是喝醉了酒，从桥上栽进河里，捞起来的时候人都冻硬了。姑娘，知道了。自从他被陛下罢了官，国公府的世子之位早被他庶弟抢了去，连个替他收尸的人都没有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现在都有点想不起他的脸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昨儿你不是说想喝鱼汤吗？我在给你抓鱼。我什么时候说了？你昨儿晚上看书的时候自言自语说的。你耳朵倒是灵。轻一点，你动作太大了。我已经很轻了。那条就在旁边，快往左，再往左。笨手笨脚。猪猪，你看，裴之远。猪猪，你看，好大一条鱼，今晚让厨房炖鲜鱼汤。你这人捕鱼便捕鱼，偏要故意捉弄我。仔细脚下打滑，再摔着。方才翠萍说荣昭过世了。听闻醉酒失足坠河，寒冬腊月，捞上来时人早已永江。也算他咎由自取。从前那般折辱姑娘，如今落得孤身一人，无人收尸的下场，京城里没人会同情他。逝者已矣，不必再提。往后日子，我们安安稳稳过便好。好，从今往后，我陪着你，岁岁年年，再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出什么事了？神色这般凝重。二公子、二少夫人、谢府夫人带着谢小公子在府门外求见，已经等候许久了。姑娘，夫
夫人平日里顶多遣个下人送些不值钱的物件，做做表面功夫，从未亲自登过门。大雪天的，这来得蹊跷。大雪封路，天寒地冻，对方突然造访，定然另有所图。我猜到他迟早会来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我倒要看看这一次他又想打什么主意。明珠啊，我的好孩子，嫁入侯府这么久，气色倒是越发好了。母亲请坐。看到你过得安稳，我这个做继母的也总算能放心了。谢夫人远道而来，天寒地冻，不如直说来意。裴府事务繁杂，我便不陪你客套了。实不相瞒，今日来是想求郡主与明珠帮衬一二。百儿如今也到了谋差事的年纪，她自小聪慧，只是缺个门路。荣阳侯府在朝中根基深厚，可否看在明珠的面子上，给百儿在府中或是朝堂谋个闲职？姑娘，这谢小公子整日游手好闲，京中谁人不知？夫人这是拿姑娘的婚事做法子呢。母亲此言差矣，裴府用人自有规矩，岂是我一介内宅妇人能插手的？百弟弟年少，当闭门苦读，踏实求学，而非想着走旁门左道。明珠，你如今嫁入高门，便忘了娘家。我辛辛苦苦将你养大，如今不过让你帮衬弟弟一把，你便百般推脱。外人若是知晓，岂不是要说你忘本回孝？明珠，你要懂得感恩，我待你视如己出，你若不听话，外人只会说你不孝不义。岳母此言差矣。谢家公子品行如何，京中自有公论。裴府用人唯才是举，若是无才无德，便是至亲，也绝不容纳。还有，明珠嫁入裴府便是裴家人，往后莫要再拿孝道逼迫她。我那是一番苦心。再者，裴府用人德才为先，谢公子不学无术，游手好闲，莫说是朝堂差事，便是侯府寻常杂役，也不会录用。若真想谋求生路，便收起好逸暗劳的心思，踏实做人。若是一味想着依附旁人投机取巧，走到何处都难成气候。话已至此，谢夫人请回吧。裴府不养闲人，也容不下一心钻营之辈。往后若无正经事，便不必再来登门了。可算走了。这对母子贪得无厌，今日断了他们的念想，也算一了百了。夫人和谢小公子也太贪心了，幸好二公子出面狠狠驳了他们的念想，不然还不知要生出多少事端。贪念是填不满的，今日回绝了，他们心中定然不甘。只是有侯府庇护，他们也翻不出什么风浪。有我在，谁也不能再逼迫你。时辰不早，我去卫厨看看，让他们抓紧炖鱼汤。就知道吃。猪猪想喝。行了，散了吧。我今日真是把脸都丢尽了。谢明珠那个狼心狗肺的小贱人，怎么了这是？你不是去侯府见他了？还提什么见？我带百儿去求个正经差事，他当着裴家全府的面直接驳我，说我儿游手好闲，不配当差，说我不配拿孝道压他。我养他10几年，他如今攀了高枝，就敢骑到我头上撒野，真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哎呦，这也太不孝了！看着柔柔弱弱的，心居然这么硬，他也就这点本事了，装什么清高？你们忘了裴之远当年是什么德行？怎么忘？当年在街上流口水，见人就傻笑，半大的小孩都追着他说心性单纯扔石子，可不是吗？当年连吃饭都要下人喂，穿衣服都能穿反。我看他现在就是装正常，指不定哪天吃舍病就犯了。谢明珠就等着守活寡吧，我看他能风光几时。谢夫人，我怎么记得当初哭着喊着要把谢明珠硬塞给裴之远的，不是你自己吗？为了讨好你娘家平安郡主，连抛绣的球的绣楼都搭建好了，就等着把人嫁过去。怎么如今倒说起这话来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？今日你去侯府，不是舔着脸给你儿子求差事被人赶出来的吗？人家没给你脸，你就关起门背地里嚼舌根，这算什么本事？原来是求差事不成，恼羞成怒了呀！你们！再说了，裴之远就算痴傻，也是侯府嫡子，比你那整日游手好闲、胸无读墨的亲儿子强100倍。哎
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我说怎么这么大怨气？我还有事，就不陪你在这说闲话了。要我说啊，有这功夫背地里骂妓女，不如回去管管你那不成器的亲儿子，省得丢更大的脸。翠萍姐姐，大事不好了！外头传了好多难听的闲话，都是针对姑娘和二公子的。什么？他回去之后，四处跟人散播流言，还把二公子的旧事翻出来取笑。可不是，外头都在传，说二少夫人守着个废人，还有人说二少夫人水性杨花，先勾引了荣松子，转头又嫁了二公子。这群长舌妇！姑娘，外头流言四起，全是谢夫人故意散播的恶言。姑娘，这谢夫人也太可恶了，回去就四处散布流言，说姑娘守着废人，还说姑娘水性杨花。这话传得满城风雨，奴婢去跟他们说理去。闹到外头，只会越描越黑，且看着吧。姑娘，这怎么能忍？二少夫人，尚书府又遣人来催了。前2次您推说身子不适，那边放话了，说您再不去，就是不给尚书脸面。帖子您看。哪有这么逼着人赴宴的？我们姑娘身子不好，就是不去。他们安的什么心，当我们不知道吗？帖子放下，你去回话，说我届时必到。是。姑娘，您怎么就答应了？这明摆着是鸿门宴啊！那些人听了谢氏散播的那些流言，都等着看您的笑话呢。到时候肯定要凑在一起当面刁难您，说难听话。咱们再推一次不行吗？就说您风寒加重了，实在起不来床。推？我推一次，他们便要多嚼一次舌根，说我心虚理亏，不敢见人，流言只会越传越广。可是他们肯定会合起伙来折辱您啊！咱们何必主动去受这个委屈？委屈？我倒要看看，最后是谁受委屈。他们费尽心思3番5次送帖子，不就是笃定我不敢来，想坐实那些流言吗？我若是躲着不去，岂不是遂了他们的意？姑娘，您的意思是，今日咱们就去赴宴？我倒要看看，这些躲在背后传闲话的人，敢不敢当着我的面，把那些编排我的话再说一遍。好，姑娘，我跟你去。他们要是敢说半句难听话，我第一个怼回去，谁也别想欺负您。不必逞一时口舌之快，见招拆招便是。既然他们想看我的笑话，我便让他们好好看看，到底是谁的笑话。这不是荣阳侯府的二少夫人吗？如今可真是风光无限。想当初满城都传谢姑娘是走投无路，才不得已嫁给裴家那位痴儿。何止是如此，往日她与荣世子来往亲近，这般捉摸不定的心性，实在叫人不敢恭维。难不成在她眼中，婚配之事不过是随意取舍解闷的由头？诸位身居世家，自幼习得礼教，本该以诗书修身，以德行为范。我的婚事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。如今我夫妻和睦，公婆善待，日子安稳顺遂，比起整日困在内宅，靠着搬弄旁人是非打发时日，我自问活得坦荡无愧。坦荡？裴知远年少痴傻，全城皆知，你嫁与他不过是无奈之举，何必故作姿态？诸位名门淑女，不去研习女红诗书，反倒聚在一起诋毁旁人，这般行径，便是世家传承的教养吗？裴二公子误会了，姑娘们不过是随口说笑罢了。说笑也该有分寸。哼，不过是逞口舌之力罢了。谁不知道你从前的名声？装什么有才学问的君子？就是，以前在街上流口水的憨憨，如今装的人模狗样的，真当自己是才子了。大伙儿快看啊，这就是那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的痴儿，居然也敢来咱们赏梅宴。我看他连桌上的书是正着拿还是反着拿都分不清吧。怕是连桌上的古籍都读不通顺吧，也敢在这里教训人。哎呀，二位姑娘少说两句，裴二公子莫要往心里去。此卷春秋齐侯使国佐如诗章，你们俩谁能解？解出来，我给你们赔罪。世人多只看国佐言辞锋利退敌，却不知他句句暗合周礼，进退有据，以寡君之母一句破局，既保国体又免兵戈，这才是使臣的真正风骨，而非逞一时口舌之快。哟，刚才不是笑得挺欢吗？怎么连最基础的经书都解不出来啊？
解支书算什么本事？不过是死记硬背罢了，憨憨也能背2句。就是，只会读死书有什么用？真有本事说说朝堂上的事儿啊！我看你根本就不懂。那便说实物。如今江北粮价连涨3月，根源不是天灾，是粮商勾结漕运官员囤积起义。北边边锋空虚，根源不是兵少，是边将克扣军饷，士卒无心戍守。这2件事，陛下前天刚在朝堂上提过，你们的父亲兄长都在朝，怎么，你们连家里的事都不知道？粮价之事，开官仓平报，严查漕运官员半月即可平议；边防之事，派御史巡查补发军饷，斩2个克扣粮饷的副将，士卒自然用命。这些事难吗？连自己父亲做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敢笑别人痴傻。我年少遭遇意外，神志意识不清，这并非我之过错。而明珠在我最难的时候，选择伴我左右，不离不弃，这般情深意重，是我裴之远此生最大的福气。反观诸位，身出名门，心胸狭隘，言语刻薄，靠着诋毁他人寻乐，传扬出去，辱没的可是自家门楣。此地嘈杂，我们回去吧。这就是裴家那个痴傻的二公子。哪里痴傻了？我看比谁都明白。侯爷郡主，方才在尚书府，二公子一番话把那些嚼舌根的小姐说得哑口无言，实在太过解气。最后走的时候，旁人看二公子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好，这孩子长进了。我就知道知远不会叫人失望的。今日总算把外头的流言压下去了，往后再也没人敢随意诋毁二位了。我去沏杯热茶给您解乏。姑娘别碰，这茶不对。怎么了？您闻，这茶汤看着和往常一模一样，味道却怪得很，发苦发涩。确实不对。不止这个，窗下您最喜欢的那2盆兰草，昨天还好好的，今早一醒全枯了。廊下的海棠花苞也掉光了，我问了洒澡的小丫鬟，说没浇错水，也没冻着，平白无故就枯了。什么？还有更怪的，姑娘您这2天是不是总听见有细碎声响？我守在外间，听见院墙角有窸窸窣窣的动静，去看又没人，连着2天了。我一开始以为是老鼠，今天茶也不对，花也枯了，绝对不是巧合。去叫二公子过来。出什么事了？二公子，这绝对是有人暗中搞鬼，我没有声张。怪茶汤我没倒，枯了的兰草我也悄悄收起来了，洒扫的丫鬟我也嘱咐了，不许往外说，全程没打草惊蛇。看来是有人不死心，把手伸到咱们院里来了。对方躲在暗处，步步试探，是想暗中伤人。你先回卧房守着明珠，我即刻调派护卫暗中布防，千万保护好她。奴婢想得，二公子务必小心。姑娘，您撑住，奴婢立刻去请府中大夫。怎么回事？姑娘用完晚膳，突然就肚子疼，浑身发冷，出了一身冷汗。奴婢正要去请大夫。快去，让大夫一刻也别耽搁，立刻过来。再传护卫，先把今晚沤厨传膳的人都看住，不许任何人出府。二公子，二少夫人这不是风寒急症，是中了微量的慢性寒毒，毒性不烈但伤身子，是掺在膳食或者茶汤里慢慢服下的。今晚的晚膳肯定被冻了手脚，立刻封锁全院后厨，今晚值守传膳下人全部扣押，不准一人离开院落。来福，今夜二少夫人闪时由你全程搭点传送，是谁指使你下毒谋害主母？据实交代。小人没有，二公子明察，小人绝不敢谋害主子。二公子饶命，小人是被逼无奈，是永昌国公府新世子容衍，他私下寻我，给50两白银收买小人下毒。他和荣昭争世子位斗了10几年，本来就是死对头。荣昭死了，他刚上位，就想借荣昭的死栽赃二位，搞垮裴家，坐稳自己的位置。他说若是败露，就诛杀我全家老小。原来如此，他哪里是为荣昭报仇，不过是拿死人当幌子，借题发挥夺权罢了。兄长身死，国公府衰败，他尽数算在你我头上，伺机报复。买通下人下毒暗害，蓄意害命，这笔账我会连本带利跟他算清楚。来福收押严管，再调2队心腹护卫，连夜潜入永昌国公府，挖地3尺，把容衍的罪证全掏出来。得令。
搜到了，荣琰收买下人下毒的亲笔密信，找到行贿银两账本，还有结交地痞的往来凭证，还有挪用世袭公产的总账，全齐了。好，人证物证悉数集齐，收队。二公子，所有罪证全部带回，无一遗漏。容颜，这次我看你还怎么翻。裴之远，你擅调衙役围困世袭勋贵府邸，肆意构陷皇亲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放肆！容颜，你收马下人，毒害侯府命妇，京城散播恶意谣言，挪用国公世袭俸禄，桩桩物证确凿，你还敢狡辩？圣旨：永昌国公府后人容颜目无王法，蓄意谋害朝臣命妇，结党滋事，贪墨公产，修成世子则位，贬为庶民。永昌国公府降等处置，收回半数封地、朝廷俸禄，钦此。容家余孽尽数清算，前世今生所有仇怨，到此彻底了结。这下可算是彻底消停了。两世的事，到今日才算是真的完了。结束了，往后再无人能饶你。老丈远道而来，不知有何要事？老奴此番前来，是为一桩沉冤旧案，事关赵少将军、二公子、二少夫人。老奴是赵少将军贴身牵兵老臣，潜伏数年，今日终于敢揭开当年边关战死真相。当年边关大败，少将军被困合围，绝非敌军兵力强悍。朝中2名中书奸臣暗中通敌，提前泄露行军布防军情，刻意断粮草援兵，逼得少将军孤军死战，血染沙场。昔日荣世子查到蛛丝马迹，却因私情执念压下证据，奸臣逍遥法外数年。忠良蒙冤，天理难容。我即刻整理全部人证郡宗，上朝面圣，为平川兄翻案昭雪。此事事关重大，证据务必梳理清晰，不可有半点疏漏。我明白，定要让奸人伏法。攒了10几年的证据都理完了。供词、血书、军帐、花名册全定好封匣了。陛下，臣有陈年冤案明奏。7年之前北境一战，镇国少将军赵平川全军覆没，血染沙场，并非敌军强攻所致，乃是朝中2名重臣暗通北敌，泄露行军军情，克扣边关粮草，截留援兵军令，刻意构陷全军。现有边关密信、人证供词、贪墨账本铁证在此，请陛下圣断。陛下，臣冤枉，此乃裴之远污蔑构陷，臣从未通敌叛国。陛下明察，这都是伪造的证据。陛下，臣等此前已核验过裴御史提交的证据副本，边关血书手印、军饷克扣匠人供词皆一一对应，句句属实，绝非伪造。臣等附议，恳请陛下彻查忠良冤案，告慰边关亡魂，奸佞祸国，克扣军粮，出卖军情，枉杀戍边忠良，欺瞒朕7年之久，枉食军禄，罪该万死。传陛下旨应，即刻3司会审2臣，禁军即刻查封2人府邸，搜缴全部密函赃款，所有党羽亲信一律捉拿归案，从严查办。臣遵旨。2臣通敌叛国，残害忠良，判斩立决。党羽流放3000里，抄没家产，充作边军粮饷。赵平川通敌无名，即刻批除，追封中武豪。猪猪，我想再去看看平川兄。我也想去。平川哥哥，害你通敌奸臣尽数伏法，陈年冤案彻底照挡，你一生戍边忠勇，大可久全安息。我与知远日子安稳，你不必再为我挂怀。平川兄，昔日你护明珠周全，如今换我守他一生，九泉之下，愿你安息。走吧。接下来我要专心备考春闱，不负自身所学，也不负所有期许。我会陪着你。二公子，天都亮了，您熬了一整夜了，先用早膳歇会儿吧。放着吧。春闱还有几日，我想再看看。吃一块，不许说不饿。你前世便高中过一回，这回不过是重走一遍。前世是前世，今生我想考得更好，让猪猪风风光光的。翠萍，二公子进去多久了？刚进去没多久，也不知道考题难不难。难不难，他都行。猪猪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第1名，二公
裴知远，荣阳侯府那个，就是那个状元。哭什么？只是喜事儿。我这是高兴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裴知远品行端方，才学冠绝诗林，钦点本科春为头名状元，入翰林院供职，即刻领职。钦此。臣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安郡主，令公子真是了不得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承您吉言。喜宴总算散了，吵了一天，终于清静了。忙了一日，总算能歇一歇了。你看这樱桃结得多好，咱们熬了这么久，日子总算跟这果子似的，甜透了。往后只会更甜。还记得从前，我总想着把树上最红最大的果子都摘下来留给你。如今年年春深，樱桃都会红满枝头，岁岁年年都有人陪我一同赏果尝鲜。那我得常陪，不能让别人抢了。姑娘，二公子，厨房新做了樱桃烙，酸甜适口，快来尝尝。今年的樱桃长得格外好，滋味也比往年更甜呢。甜不甜？甜。两世晃悠悠就过来了。从前总觉得日子熬不到头，没想到真能守着这一方小院，安安稳稳的。以后再也不用熬了，我在呢。你看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，那些风风雨雨都成过眼云烟了。以后的日子就只剩眼前的温热烟火。春有花，冬有雪，一日三餐，一年四季，朝朝暮暮我都陪着你。这样，就是最好的圆满了。